打稀土牌的几率是不高的。我倒认为中国会对日本的稀土局部的限制，因为日本每一年的需求量是18000公吨，它进口每一年大概8300公吨，70%来自于中国大陆。我认为做局部管控，用途上的管制，那有些不能用这个稀土，用途标明清楚，做管制，钓鱼台效果可能比稀土牌效果来得好。美国虽然说没担保给予钓鱼台列屿，但是问题是看那个菲律宾在黄岩岛、在仁爱礁，那不是都这样子吗？日本会屈居下风，中国会屈居上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敦出了这个台湾有事论之后，让中日关系降到了冰点，而且呢，也瞬间让这个日本整个市场仿佛像丢进冰水一样。因为现在呢，不管是包括了日股，还有公债跟日元呢，是全面走跌告急的状况。我们就来看到日经225指数在11月18号收盘下跌了3.2%，这是创下4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了。还有包括您看到40年期的日本政府公债殖利率飙升多达8个基点，达到3.68%。那日元呢，更是触及9个月的新低，来到了155.3日元兑换1美元。好，杨老师请教您，现在中日关系一紧张，包含了股市、公债、日元，我们看到全面大跌。就您来看，这一波抛售日本潮到底会对日本带来多大冲击？这个影响其实还是整个国际，尤其是美国的大盘。那特别是对于美国的8大企业，其中类似跟 AI 股有关的，像辉达，有一点就是市场的传言，所以这个是11月18号，的的确确，它的日经、日股或者是日元，大概都有一点受到影响。不过那一天其实全亚洲股市也都不好。对。那可是呢，日本的的确确是受到现在的高市早苗的发言引起的，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些抵制或者是制裁。那这些不确定性是会产生怎么样的经济冲击？那它会不会有后续更大的一招？比如说一些大杀招，类似像是以前做过的，对日本采取稀土管制，那个对日本的经济，那当然所有的股市、日元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不确定性，当然在大盘这个国际的大的局势不好的时候呢，它就在日本就特别明显。可是隔一天，到了11月20号、19号、20号的时候呢，其实因为辉达的财报很好，那所以呢，整个那一天日本的半导体再加上商社这2大类股的这个提升哦，曾经一度盘内这个增加大概2000点，一度又回到了就是5万点的这个大关啊，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整个亚洲的股市相当形势还是受到美股的影响，因为现在大家对于美股的这个情况应该说美国经济的情况都有一点就是那种担心，有一点这个担忧。一方面是经济通膨，还有最高法院的判决。那当然这个 AI 的这个情况的获益，其实大家都觉得所有因素都夹在一起，所以它这个影响呢就会在亚洲特别明显，因为我们跟美国的经济供应链很密切，但日本。特别是加上这次的高市的发言，所以当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它跌得最深。那这个是以后可能会不断出现的。好，现在大家认为说北京就是拿金融武器来当做武器对日本施压。我们要来看到，您看到图卡下方，这是11月20号的时候，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他在记者会上就直接警告说，如果日本不撤回高市早苗这个错误言论，那中方会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说后果由日方来承担。那彭博也分析说，北京祭出一系列的手段，包含了暂停日本的海鲜进口、警告旅客，还有取消一些艺人的活动等等。但是，包括刚刚杨老师也帮我们提到了这个杀手牌，就是稀土牌还没有出手哦。请厉将军来帮我们看，为什么北京到现在还没有动用这张稀土牌呢？如果都是大招的话，第一个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因为钓鱼台事件那中日两国曾经交恶。那时候中国有打出过稀土牌降低对日本稀土的出口那时候造成日本的这种经济上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恐慌。那也从那时候开始，日本自己开始要这个研发制造自己的稀土，因为他怕被中国卡脖子嘛所以为什么现在来讲的话，这个美国跟日本来讲要签稀土协议，其实日本是可以做稀土的但是它的产能是有限的，所以之后来讲的话，日本对中国的依赖慢慢降低到只有60%。那最近来讲的话，又开始回升。当中国恢复对它稀土供应以后，他自己觉得说，我就不要再做这个高污染的
这个工业哈，它就慢慢又恢复从中国开始进口。现在来讲的话，日本对中国的稀土依赖大概是到70%，但是我认为说是短期之内哈，非到最后关头，这个中国大概不会对日本打出稀土牌。为什么？因为我们从这个安氏这件事情就看得到，这个现在全世界的这种产业的供应链其实是非常的脆弱。那如果说是你突然对日本断供稀土来讲的话，可能会造成的影响是全世界所有产业都，不管是这个，尤其是民用了哈，军用我们不讲，尤其是民用，包括汽车，包括到这个飞机哦，包括到各种这个绿能产能啊，都会受到很大一个波动影响。那我觉得中国很聪明。我不需要去因为你日本去得罪所有全世界的产业国家，因为如果说我一旦对日本断供，那这个产生的蝴蝶波澜效应来讲的话，可能会波及到全世界所有的产业都会受到影响。那中国干嘛去得罪全世界所有产业？我现在只要针对你日本就好，我不要去因为你去造成全世界对我围堵。我们从安氏半导体，荷兰的安氏半导体之乱就可以看得出来，安氏半导体这个乱之后，造成全世界的汽车的这种工业来讲的话，都为之可能因此而断供，所以全世界都急得不得了哈。当然中国很聪明了，他最后就是用豁免了，我给你汽车，而你们去针对荷兰政府，不要针对我中国，我中国是一个这个负责任的大国，我继续供给你们。同样的稀土产业，我觉得是这样，非到最后关头，我觉得中国不会用，因为他现在来讲。第二个来讲，我觉得工具箱里面有很多的工具哈，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是这个渔产哈，比如说观光哈，比如说我们在讲到留学方面，这个他现在留学，你知道留学有多影响有多大吗？连川普当时喊出说不让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留学，那你想想看，后来他又恢复，为什么？因为60万的留学生对美国来讲的话，各个大学是多大的一笔财务的补助啊？那同样道理，难道对日本不是很大一个补助吗？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在经济方面光使出这几招哈，目前来讲只是这几招，对日本来讲，它的日元已经看到它这个这2天已经开始大贬了。那昨天虽然说股市有上，但是今天好像这个又开始跌下来，而且是惨跌哈，因为辉达的这种它的这种年报里面发现说，很多人跟他买的东西，但是钱还没到位，还没付啊。但是为什么欠钱没付呢？大家后面去很多的想象啊，是不是这个下游的企业来讲的话，他做的东西卖不出去，所以变成他没有钱去付辉达，所以大家就产生。会不会有 AI 泡沫化的这种疑虑了哈？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来讲，稀土这一段它不会实施，因为它不会去得罪全世界其他产业。它目前来讲的话，等于重点打击，只针对日本。那后续来讲，它可以使出的手段很多，譬如说是这个2017年我们看到韩国因为部署了萨德系统。那比如限韩令，对不对？好，那个时候包括韩国的这个观光旅游，或者是它的这种演艺事业都受到影响。那中国现在采取这一招了，电影也不让你演了哈，《鬼灭之刃》啊，或者蜡笔小新啊，哦，其实对日本来讲是很大损伤。我觉得后面来讲它有很多，譬如说对日本的这种在中国大陆的企业，包括汽车啊这些企业来讲哈，加强它对它的检查哈，或者等等这些措施，我觉得它还有很多。那稀土是最后不得已才需要用的手段，在此这些手段。如果能够生效来讲的话，我觉得它不会用到稀土。主要的是，我认为中国大陆不会那么笨到说是我因为你日本去得罪其他的全球的所有产业。是李将军在强调说，不到最后关头的话，中国其实不会动用稀土这一张牌。好，大家在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包括了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前谈判官，他也说了，说如果北京现在就祭出这个稀土反制，不但会激怒日本，而且也可能连带的，像刚刚李将军帮我们提到的，连带其他的贸易伙伴也会怀疑说，那中国这个供应链的可靠性反而会更靠向美国。好，尤其呢，上个月川普才在南海跟习近平才刚碰完面嘛，也签了这个稀土出口惠及全球的协议。也就是说，那如果北京现在打这个稀土牌，那不就等于是说破坏这个协议，甚至可能惹怒川普？那张将军，你来看，如果最后习近平真的打出这个稀土牌，那美中是不是又会再爆发贸易战？我认为中国大陆它是一个聪明的，它是一个集体领导，它会在那边做非常深入研究、利弊得失分析。我认为打稀土牌的几率，我认为是不高的。因为我们来看，他跟这个习近平跟川普已经达成贸易的协定的话，中国大陆跟美国都有贸易市场的需求性。
是对方的市场，因为这是按照经济学的比较利益法则，这是回避不了的。那大家这个双方都会复利，那干嘛要再继续玩这个稀土牌呢？边际效益会递减，而且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弹。我倒认为中国大陆会对日本的稀土会作为一个局部的限制，因为日本的稀土啊，每一年的需求量啊是18000公吨，这18000公吨呢，那它进口每一年大概8300公吨，蛮多的。那这里面有70%，刚丽将军有讲，70%来自于中国大陆。是，那来自于中国大陆会不会做局部限制？我认为做局部管控，用途上的管制。那有些你不能用这个稀土，你这个用了稀土的用途，你要给我标明清楚，来源区我要做管制，可能会做这个样子。因为日本会做相应的调整，因为日本它会做第一个市场替代，那个中国大陆它对我限制，它会像泰国、像越南这替代市场，因为越南跟泰国是日本的第2跟第3的稀土供应。那这样子嘛，那我就从其他地方来弥补中国大陆对我的控管嘛，会有这个样。第二个，它现在还有备转容量，是我备转容量，我这个继续做，我这个备转容量可以支撑半年到1年啊。那半年到1年的状况如何？那谁知道呢？我有备转容量，我还够，那这样子我就不怕。这是日本的。那第3个呢？日本会关掉一些对稀土急需，因为稀土我们知道总共17种，包含铿跟乙之外，另外15是蓝系15加铿跟乙。那这样子，那我就不。这个不重要的先关掉，用重要的，这是我的主生产量，我的主贸易就需要这些对稀土的需求量是比较急迫性的，我用这些，所以这样子有这方面的应变，中国大陆打稀土牌还有多大的效果，就要去算一算了，因为这是利弊的，打出去稀土牌，结果呢没有效果，结果反而变成日本抵制中国大陆一个理由。那你这样的话，反而变成在这个损益上面、利弊上面的得失之后，中国大陆我认为他会做分析。原来稀土牌在这一方面效果是有限的，那要不要去打这一个？我认为中国大陆会戛然而止，不要打稀土牌。从其他方面，如果最厉害的话，很简单，最钓鱼台嘛，最钓鱼台从平面执法变成立体执法，从这个平常的间歇性执法变成常态执法，哎呦，这就不一样了。因为钓鱼台是主权的问题，还有维权的方面的这方面的问题了，又不一样。这个效果可能比稀土牌效果来得好，而且这个本来就领土争端了。美国会不会？美国虽然说没担保给予钓鱼台列屿，但是问题是，只要真涉及到主权争端，美国原则上是闭上关。你看那个菲律宾在黄岩岛、在仙宾礁、在仁爱礁、在铁线礁，那不是都这样子吗？那美国一闭上关之后，这个日本会屈居下风，中国会屈居上风，慢慢有一种失控的这方面的具体事实。那中国大陆何乐不为？我认为中国大陆会做一个弹性的智慧调整。是将军，我想追问一下，因为现在呢，中日关系越来越紧张，大家也在观望说川普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可是现在其实他没有非常明确表态，只有说，有些盟友不一定是朋友。你觉得他的态度呢？这个川普他认为让子弹飞一下，让子弹飞一下对美国是有利的。为什么？当这个中日关系一紧张的时候，日本你国防预算是不是要加一点啊？你不要老是靠我啊！你自己是不是要ပေး一点钱，多买一些东西了？因为你紧张，你不要靠我，你老是占我便宜，赚我的钱，还有我保护你，自己是不是要多分担一点责任？所以让子弹飞一下，对美国是好的。川普他是生意人，他是讲 deal， 那就是交易嘛，那就是很简单，飞一下对美国好，美国立刻这边挺日本，日本感觉到后面有个大靠山，就不用怕了，可以忘所欲为。川普不会让日本在这一方面得逞，就是注意让子弹飞一下。对美国是绝对有利。最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于中国大陆的态度很强硬，但是现在私底下高市早苗是吃了后悔药了吗？怎么来说呢？因为日本的朝日新闻报道说，其实在高市在发言之后，他曾经就跟身边的人说他是不小心说过头了。那现在呢，他身边的亲信也懊悔说，是因为这个官邸的资源不足啦，所以没有考虑得很周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个反弹。另外一位亲信他的说法则是说，其实高市个人的能力是非常强，但是团队不够稳固，未来他们要解决。好，那说回来，他的这个不小心说过头的这个说法，赖教授您来看，他是想要透过这种方式，其实在跟北京递出橄榄枝吗？他是在一种障眼法了啊，又在另外一种欺骗。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右翼分子啊，他们最擅长的就是骗啊这个字啊，他们几乎都在用骗的。安倍晋三他自己都说了嘛，就是说有些事只能做不要说嘛，啊，这个和平宪法不能改，没关系嘛，
我们就从这个你看不见的地方里面来改，啊，那也就是偷偷的，就是说安保啊，美日的安保就修改。2015年的时候把美日安保修了以后，那就是变成有经济危机事态啊的这个法律就把它写到里面。自卫队本来应该是专属防卫日本的本土，就说哎呀，我们修改了安保条约，所以我们要去保护美国的军舰，所以呢，日本就要参战，啊，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就一个一个就改了嘛，就把自卫队变成一个所谓的国防军的这样一个概念。这个就是安倍晋三所用的方法。那也就是说，他在他任内的时候就不说日本有事就台湾有事，可他卸任以后，他就说日本有事就是台湾有事。这个就是只做不说。好，那你想我为什么会说这个高市早苗的幕僚故意把这个新闻去为朝日新闻，这个就是一个障眼法，用骗的。他选择的不是右翼的新闻，他选择的是左翼的自由派的媒体，因为朝日新闻是日本的第2大媒体，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它是在艺文界里面啊是最受欢迎的媒体。第三个就是他长期以来，他就是左翼的、左派的，而且比较偏自由主义，所以他反对修改日本宪法，反对军国主义，啊，然后他反对慰安妇，他所有的那些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东西，他都反对。好，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左翼的媒体，透过他来说，高市早苗说过头了，不小心说过头。这个不小心说过头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哎，这不是我的本意了，哦，例如说我跟谁吵架，然后我气急了，我就讲了一个非我本意的话，那这个就是我不小心我说了不应该说的话，这个好像就是啊，这不是我的本意，你可以这样解释嘛，哦，你也可以这样解释。可是如果这不是你的本意，你就收回嘛？那为什么不收回？对，为什么他不收回？为什么官方长官说我不收回？为什么外相说我不收回？为什么他派出去的金井正章也不收回？这代表这是他的本意。好，所以第二个层次，也就是说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嘛。那我不小心说过头，就是说我不小心把我的底牌说出来了，是吗？说谎，公然说谎。为什么？因为同一篇的媒体，同一个采访里面，因为它是不具名的官员采访，而且是联合采访。所以不是只有一个匿名者，他是有2个以上的匿名者。另外一个匿名者他是这么说的：11月7号的凌晨3点，高市进入官邸的书房，开始在阅读各部会送过来的这些他要接受答询的答询稿，也就是各部会送来了，他的幕僚帮他整理好了答询稿送到他桌上，他开始在看了。他把他的所有的重点要讲的画红线，要讲的话改了，就都改好了，都弄好了。那已经工作了好几个月，所以他把重点，他是新闻人呢，您是新闻人呢。新闻人一旦把重点写上去，把话点放上去，就是那是梗。我就是特别要透过国会答询，把这个讯号传出去的头版头，绝对会成为日本热点新闻。谁不晓得？他是媒体人出身的，他专业训练过的，他当然知道哪些东西一定会是头版头，他就是要头版头。所以头版头以后发现，哇，这个祸闯大了啊！所有人都在告诉他说，安倍晋三只敢做不敢说，美国不敢说，日本的历届首相都不敢说，你敢说，你勇。他本来就是要告诉大家，我最勇。为什么？因为有川普挺我。川普在公开的场合说：“我高市早苗只要有求，他必应。”这4个字，有求必应，100%满足你。这个就是当时川普说的是场面话，哎，场面话你这个高市你看不懂吗？你还给我下不了台。场面话就是说不兑现的，但是高市早苗想利用川普的场面话变成他的后盾。来给极右翼的施加压力，说我有美国做后盾，我是右翼的老大，不是你麻生太郎。这是对于党内的派系。另外对外面来说的话，就是我高市早苗，我声望振聋，我敢做你们都不敢做的事，这是一种极端的挑衅。哎，现在祸闯大了，开始想收了，是找那个幕僚不匿名的在那边传话，骗谁啊？军国主义者就是一个字，骗。
好，赖教授说这个高市早苗货真的闯大了，因为现在呢，中国这边北京的反制手段其实最有力的，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车用晶片跟稀土。那中国呢，您从图卡上看到，在中重稀土几乎是掌握了全球工艺。这些稀土呢，说回来跟这个高科技的磁材、半导体、军工还有新能源，其实都是非常的关键的。那举例来说，日本虽然说很努力自救，但是到2024年底，他们从中国进口的稀土比重，反而是从您看到2018年的50%上升到63%。尤其像是一些重稀土，像是铵、锑、氪这些呢，都是电动车马达驱动系统不可或缺的材料。那大家在说一旦断供的话，其实呢，日本它整个高科技产业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好，委员您来看，如果真的中国真的动手了，就是对这两个车用晶片跟稀土全面的打击的话，那日本他们的产业甚至说整个供应链会受到多大冲击？简单的评估哈，日本的汽车产业看品牌。有的品牌啦，必须减产10%，有的品牌要减产30%，啊，如果减产这样的话，他们的股票价格会跌多少啊？大家盘算啊。第二个，车用晶片的方面，当然不只是汽车在使用，因为可能很多人不晓得，车用晶片很多在军事工业上用的也不少啊。你别看那个炮兵移动很缓慢，那也要车用晶片对哈。所以如果这些缺料的话它的计划中的武器生产量可能要停掉20%然后它的这个电动车跟那个所谓混合动力车，有电动有柴油车减产一半，那除此之外需要稀土磁铁的只有汽车，不是工具机啊，还有光学仪器所用的稀土玻璃，不只是稀土马达，稀土玻璃，还有日本最擅长的精密仪器，还有半导体制造设备，全挂，因为它用量比较大那其他的涉及到电动动力用的储能电池，各式各样的电池那供应量会全部乱到一团。那有人说，那长期有没有办法解决呢？有的，成本2倍对，那因为它要靠回收吧，短期内靠回收来使用所以如果中国大陆技术这个东西的话，那我们只能祝福日本赞美日本是太厉害了，能够承受住这么大的打击，而且整个日本产业在为高市早苗的政策付出一个莫名其妙的代价。那到时候就看看日本的民意会不会反转来这个批判高市早苗。现在日本的民意还是在热冲冲的，觉得你看我敢跟中国大陆叫板我敢踩在中国大陆的老虎尾巴上我敢挑战中国大陆所谓核心中的核心利益嘛。现在讲都是很开心，那等到事到临头，那就可不一定了因为很多东西没有替代。为什么？这个电池用的石墨负极材料，100%中国供应，正极材料60%中国供应，它哪里是拿这么多的量啊？这是个现实问题那除了刚才我讲的锂电池这些，因为负极材料、正极材料主要讲的是所谓磷酸锂铁嘛，正极材料主要讲的是石墨嘛。那你这两个在全世界你找不到那么大的量的供应了，有点像说美国我产大豆可以卖给别人，可是最大的量在中国，你一样，它供应就在中国，你其他地方拿不到，越南可以拿一点澳洲可以拿一点，东侧西侧。那像车用晶片，连那个最不起眼的安氏半导体的晶片，那个实在是最便宜的，中国不封装不出口给你，通通就挂了。不过当然了，因为日本它也靠台湾供应一部分台湾比如说力积电有供应它这些晶片那基本上这个安氏半导体影响是欧洲比较多，影响日本比较少。可是不只有安氏半导体的晶片所以日本最好长个眼睛。
好，高市早苗现在对这个中国叫板，他在国内民意是非常旺的，但其实，在政坛现在已经有一点不同的声音了，蛮两极的。我们来看到，像是立宪民主党前首相野田佳彦，他说首相有点说的太超过了，日中关系可能陷入危险。那自民党的前首相石破茂，他说如果把这个所有情况说出来，可能会削弱原本的贺阻力。其实这个部分赖教授刚刚也帮我们提到了。好，我们要请教厉将军你怎么看？因为现在连同党的前首相也有不同的声音。那高市早苗会不会遇到日本内部的反扑？但是刚刚蔡委员提到，他现在在日本的民调是非常高的。虽然说中国对日本不管在旅游啊，或者是这个电影啊，甚至于今天传出来水产，甚至于牛肉哦，都采取经济的这种制裁的相关的手段。但是我觉得短时间之内哦，日本的民众不会感觉到痛。所以说，日本会继续支持高市早苗哈，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他现在的支持度哈会高达69%那么高。我觉得日本你要了解这个民族哈，这个倭寇民族，它就是生长在一个岛上面。你看日本这个岛有2个它很大的一个罩门，第一个就是它没有纵深。我们从上次福岛这个核电能事变就看出来，这个国家只要发生一点核能或者一点重大的这种你不要说战争了哈，光核能电厂它就发生事变，对它国家就造成很大一个冲击。第二个，它所有的资源都要来自于从海上运进来，所以它很担心它的海上运母线被切断哦。那它也需要向大陆来发展，所以它每一次对外侵略的时候，对外主动攻击的时候，它都用同样一句话，叫做日本存亡这个危机事态哈。那你看9·18事变，他就想要到这个大陆来向大陆来做发展。那之前来讲的话，他也是用这句话去用这个当作理由去攻击这个珍珠港，造成珍珠港事变。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就是说，你美军会不会主动来切断我的海上运补线？所以我要先攻击你。当然，这次来讲，台湾也是面临同样的理由。大家不要以为说高市早苗讲的话是在帮助我们台湾，不是，他是怕说是台湾一旦被中国控制住以后，他的海上运补线由南往北的运补线会被切断，所以他才说日本存亡事态哈。所以他是依据这个，不是说是为了帮助台湾怎么样，不是。但我们台湾人自己不必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哈。但这也凸显出我们台湾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那像这种岛国，很明显的，它是属于一种就是说这个非常不安全感，那对周边国家敌意也非常的重。这也就是为什么高市早苗到现在为止，一般老百姓还会在支持他哈，因为岛国心态就是这样嘛，他都会主动去攻击人，你不去招惹他，他就会先来弄你，因为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这种不安全感的心态。我觉得高市早苗未来来讲，可能有3条路可以走哈。这第一条路就是他把话吞回去，中国叫他把话吞回去，收回去。但是目前看起来哈，他大概高市早苗在民意这么高强度的支持之下，我认为这条路可能不太容易，也他大概做不到。第2条路就是这个都不讲话，保持沉默政策哦，然后等到事情翻页过去，过了时间以后，看事情会不会自动翻页过去。我觉得这也不太容易，因为这个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绝对不会就此罢手，也不会让他就此翻页过去，一定要强硬的要他表态，双方来讲也没有退路。所以高市早苗剩下第3条路，就第3条路继续诱到底，继续硬到底。所以为什么会传出来说是他可能在12月的某一天突然又去靖国神社，甚至于他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不做二不休，就直接所谓的无核3原则就直接引进核子的武器哈，这有可能，也有可能他恢复他的这种军国主义的这种就正规的军队哈，把它已经这所谓的自卫队改成正规军队，我觉得可能性是很大的，这个东西大家不要轻忽了。但是你如果说继续这样做的话，我觉得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一定会誓不甘休。所以这是中日两国这个冲突来讲的话，可能后面来讲，我自己研判会越演越烈，因为双方目前都没有台阶可以下。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的是这一场贸易战。现在呢，这个关税战的最新状况是越南现在已经让步了。那日本的部分呢，石破茂他现在是死守着日本的2大圣品汽车跟稻米。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的是 Quote 现在要抢稀土来救命。那中国大陆它如何持续的掌握稀土提炼的黑科技，不怕竞争呢？等一下会一起的来做解读。川普现在最新出手之后，我们来看到越南是乖乖就范了。接下来呢，川普已经宣布了会对来自越南的进口商品课征
高达20%的关税。如果你是洗产地转手的话，那这课征的商品的关税更高了，高达40%的一个关税。但是讽刺的是，越南已经另外同意了，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则是降到0。现在呢，川普很得意哦，他说这个越南全面向美国市场开放了，尤其美国大排气量的 SUV 都会是越南未来的绝佳补充品项。他说啊，我能和苏林总书记亲自交流是极其愉快的事情。那越南其实我们也看到，去年卖给美国的商品这个额度达到了1370亿美元，占了它的 GDP 其实高达了30%哦。那么所以呢，5年又翻倍，对于越南来说，美国是真的紧卡住了他们的经济命脉。另外一头，这个越南让步，日本则是死都不跪。我们来看到这个川普现在呢就很生气，他就骂日本，怎么说呢？日本啊，你就是不肯买我们的米，但是呢，你们自己明明就有缺米啊，但是怎么样呢？石破茂他也都不愿意买美国的米，导致日本的稻米去年涨了1倍，民众都非常的不开心，也迫使这个石破茂在去年紧急将储备释放米放到市场上来。另一方面，再来就是除了米之外，川普也很想卖给日本的是汽车。他说我们车卖不进去日本，他们却把数百万辆的汽车卖到美国来。石破茂也很呛，他就回应了川普，他说啊，我们就是不想要买你们美国车啊，美国车的体积就是太大了，而且是左驾，油耗又高，完全不符合我们的使用环境。所以我们看到日本的车商，即使呢这个价格被迫下降，它也没关系，自己吸收这个卖汽车给美国，但是出口量现在看起来也还好，下滑幅度只有目前看起来的3.9%而已。那价格是由车商自己来吸收的。赖老师怎么看？现在川普对越南砍这一刀，那他又要防洗产地等等的行为，真的可以达到他的目的吗？我觉得没有办法了，我觉得这个有点是在做表面了啊，因为彭博社的一个评估。我觉得太危言耸听了，没有那么严重啊。因为目前来讲，他们就有框架，细节还没有出来。可是你知道，海关的作业它是需要有规定的，要有一个操作的一个规则要出来。那请问一下，这个所谓的洗产地，怎么样才叫洗产地？过去大陆确实可以说洗产地，也就是它的产品是整个成品就进入越南。然后到越南以后贴个标签就出去了，那这个确实就叫洗产地。可是，在一旦你的细则一旦出来，因为它是要到最后一季，他们才要开始做试验嘛，因为要先做试点，要观察嘛。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假设一辆脚踏车从越南卖到美国去，那脚踏车有2个轮胎，还有一个齿轮，有个链条，还有一个方向舵啊，还有一个坐垫。但是它最主要的是那个三角铁，把它们都连接起来的那个三角形的，连接前轮胎、后轮胎，以及连接这个链条，还有这个坐垫的那个三角铁。那如果那个坐垫那个三角铁构成了这个脚踏车的主体，它是在越南生产的。那轮胎都在中国大陆，链条啦，还有齿轮都在大陆生产，椅垫也是。然后进了越南以后，但是三角铁是在越南生产的，那把它做起来组装以后就送到美国去了，这算是越南 made in 越南还是 made in China？这个怎么计算嘛？对，所以你最终还是要把细则定出来。像印度跟美国在吵架的就是，他说你印度制造的要60%，那60%是总价值的60%还是什么？那如果说今天假设某个东西只要总价值是以价格来计算，那你价格你等于是分项的价格都要列出来哦。也就是说，假设我这个东西，我这个东西的价格都要每一项都要列出来，那我一个晶片是不是就含多少？所以这个以后还有得吵。那到什么时候他们才会定出来？这是第一个。那也就是规则一旦出来了以后，厂商会不会灵活运用？厂商就会开始调整了，对，就完全符合你的规则下。还有每个海关的松严度不一样，那我可以根据不同的海关走不同的路线，这个也会产生很多变化。另外一个20%的关税，20%关税，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越南是代工厂，
代工厂的越南，它的降价空间有限，因为它的利润很低嘛。台湾以前就当代工了嘛，我们都知道利润很低。可是只贴商标就可以出去的，那他们要吸收比较多的价钱，所以最终伤的可能搞不好是 Nike 啊、阿迪达斯啊那些，而不是越南的代工厂。好，所以我们现在看赖老师带我们看到这个，对于越南来说，未来有很多在关税上面的计算就要特别的来做处理。那除了现在越南让步之外，我们看到日本一直都不愿意下跪。日本的话，我们现在看到它靠的就是守住它的稻米跟汽车。最新消息我们也看到这个石破茂硬起来对川普喊话，接下来这个长期的烧钱战到底可以烧多久？日本的汽车王国地位还可以持续吗？委员又怎么看？日本的汽车王国已经结束了，以后只能称作汽车部落，不能叫做王国了。为什么这样称呼呢？不完全是跟美国这一次有关系，而是跟中国汽车王国的崛起，中国会真的成为汽车王国。中国成为汽车王国只有2个理由：第一个，新能源汽车日新月异，成本下降；第二个是中国的 AI 会使得中国的汽车突飞猛进，而这2个刚好都是日本最缺的。所以大概除了美国刻意保护不让中国汽车进入以外，全世界市场日本几乎没有赢的机会，这是日本必须很残酷的面对的事实。日本可以对美国的米课征200%的关税，所以川普在抱怨说不买美国米，课你200%的关税，你怎么卖啊？不是好不好吃，你光关税一关就把你挡住了。再来，汽车又不太一样。表面上，美国课日本的汽车关税本来就是 2.5%， 不多啊。日本对美国车零关税啊，几乎没有。那现在美国当然这个时候据说要对日本课25%的关税，可是关键不在这里。日本表面上对美国不课关税，可是他搞了一大堆非关税壁垒，安全标准什么排放标准什么这个还有什么左驾右驾的标准搞得这个美国汽车。要重新为日本去修改很多东西困难重重，而且每一部车子进入日本的时候还要经过像台湾的车辆检验中心一样的排查。本来讲对了，美国车就不是很理想的设计、很理想的制造，在经过这些程序里面，那没有人要买了吧？这是一个人造的障碍以及所谓技术上的障碍所造成的。那石破茂他故意讲说你体积大，你是左驾做的不好，然后油耗车，的确，因为美国车这个本来是在左驾变右驾那个基建设计是有问题的那讲的对，可是他没有讲的就是说，我们也给你设计了很多的非关税障碍，把你卡住了他不讲这个，然后。这个川普当然很生气啦，所以如果美国市场再打不开，如果美国市场再对中国做开放的话，日本的汽车王国不只会变成这个汽车部落，还会变成汽车游牧民族。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关税战对于产业的冲击之外，其实这一次在关税战里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大陆用它的稀土来卡其他国家的脖子。那现在也让这个美日印澳这几个国家非常的紧张，他们干脆就是聚首在一起，希望能够一起来摆脱对于中国大陆稀土的依赖。那所以呢，卢比欧就找了包括了这个日本、澳洲跟印度坐上谈判桌，大家就来讨论说接下来如何打造关键的矿产多元供应链。结果日本的动作就非常的快，日本是从2026年他已经宣布了，他从这一年开始就会在南海岛附近自己来开采深海的稀土，然后呢，他还现在派出了他的科学钻探船地球号潜到海底5500公尺的这个海里面去吸泥浆，他希望自己从这个里面把稀土元素挖出来之后带到日本去做提炼。但事实上有这么多国家都有矿，为什么就只有中国大陆可以把稀土做得特别的便宜跟稳定？到底有什么样的黑科技跟独家的这个技能技术？马老师怎么看？我想中国大陆最大的优势是它开发稀土的时间非常的早。它在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当时他们应该是想要赚外汇啦，因为当时中国也没有科技产品，但是他们就开始去挖这个土，然后去做提炼因为它是高度的劳力密集，然后也是高污染、高耗能所以这个其实开发的这个过程，很多国家就不愿意做。
那中国大陆的主要的储量占全世界48%，其实是很高的。它主要在内蒙古的白云鄂博跟南方是重稀土，像是广东、广西跟这个贵州这些地方。那我觉得它现在之所以能够跑在前面，是因为第一个它开发的时间早，然后第二个在2018年的时候，它已经申请到25000项的开发稀土专利，所以它有一种这种易溶式的萃取技术。那这些技术其实美国只有1万项的专利，其实在专利上面是远不及中国大陆现在的发展。那中国大陆就成为